高丽前期规划的松人，了解高丽前期东亚地区的国际形势，并对高丽和周边国家的规划人进行说明，理解高丽前期规划高丽的松人对高丽社会的影响。大多数规划到高丽的松人都是乘坐松上船来到高丽的，他们乘坐世界船或商船渡海抵达高丽。作为传统海路的北中国航线，受契丹的影响未能开通。随着航海技术和指南针的发明，南海航线被广泛使用。高丽挑选出愿意规划的高丽的人，并接纳他们。对，高丽给所有愿意规划的人提供了官职。不对，高丽建国后，在高丽和中国王朝以及北方民族间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多数的宋、辽、金及渤海人规划到了高丽。其中渤海人规划高丽的事例约有28件，人数约为58942人。契丹人的高丽规划与渤海人不同，呈现出少数人员分散规划的现象。据高丽史和高丽史简要的记载，约2020人分55次规划到了高丽。女真人规划高丽主要是在金朝建国之前进行的。从表仪可以看出，规划高丽的周边国家人员中，渤海人最多，其次是契丹和金。渤海的情况来看，多数人规划的情绪也相当多，这可能是高丽和渤海为高句丽最成国的人士起到了作用。宋人规划的情况与其他民族不同，大部分为少数的人员规划到高丽。随着高丽和宋的贸易日益活跃，部分高丽人和宋人在贸易结束后不返回本国，而是留在他国长期滞留的情况时有发生。高丽朝廷对规划的宋人制定并实行了有关入仕、婚姻、归还等详细的法律规定。纵观高丽规划者的特点，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特别之处：第一，规划高丽的宋人中，一部分是官僚和贵族出身；第二，规划高丽的宋人大部分是主动希望规划高丽的；第三，高丽朝廷积极推动宋人规划到高丽并给予优待。这种对宋人的优惠政策最终为宋朝的上层和知识分子规划到高丽提供了条件。宋代的士大夫大多数对汉族和周边民族的关系持有怀疑观，对他们来说，晋、辽、蒙古不过是蛮夷而已。然而，宋朝因晋和蒙古的入侵而面临巨大困难。拥有传统怀疑观的宋朝士大夫被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
这可能是无法接受的巨大耻辱。从宋朝士大夫的立场来看，高丽虽然也属于东夷，但与周边其他民族或国家相比，已经接受和发展了中国的文化，因此宋朝士大夫比起周边其他国家选择归化高丽的情绪时有发生。归化高丽的宋人中，不仅有担任过官职，还有过去准备科举的文人出身，也占很大的比重。他们归化高丽后，在高丽考上科举，被授予官职。归化高丽的宋人中，除了官僚文人出身外，还有商人和具有特殊才能和技术的归化者。高丽朝廷积极推进宋人归化到高丽，为此对宋人实施了优待政策。从表2可以看出，在宋时期，大部分是未能胜任官职的老奴，19人中6人是进士出身。他们归化到高丽后，通过科举进入到高丽的官场。从表3来看，这些人大部分是来自上边的都港或都市商人。有关他们在归化高丽之前所做的事情，具体的史料记载极少。归化到高丽的宋人分2种情况入仕，有通过最基本的考试后允许归化的情况，也有通过推荐等方式入仕的情况。2种情况都必须兼备基本的学识和才能。最重要的是，只有能够帮助高丽朝廷的人才，才允许归化并进入官场。归化高丽的宋人中，具备学识和才能的人才，通过各种方法进入高丽朝廷并担任官职。据推测，他们在高丽和宋朝的外交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归化高丽的宋人可以运用宋的语言和高丽的语言，以此为基础，在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中发挥了枢纽的作用。